叔叔，太子，跟读书的说书，跟屠夫说猪，跟行武打仗的说粗。叔叔，叔叔，我来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霞光凝紫，铺翠叠壁之峦，云影耀金，松星揽月之阁。叔叔，你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别打岔。太子，太子请恕罪。我叔叔他怎么了？太子有所不知，前几天王爷突然去国子监弄来这么多书，说是要写一篇新的文章。文章？什么文章？把好端端的叔叔弄得这么酸？啊，王爷说呀，他此次进京之后，就不知能不能再回南昌去。王爷在南昌住了18年了，对南昌毕竟有感情，所以就想写一篇《滕王阁新序》，让人啊也刻在滕王阁上，也不枉在南昌待的那18年。于是啊，王爷这几日在这里夜夜不寝，冥思苦想，写《滕王阁新序》呢。太子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我这《滕王阁新序》啊，已经写了大半。可是当我写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这2句的时候啊，我怎么也超不过王勃。哦，所以我夜不能寐，寝食难安呐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有了！哦，说说看。一团茅草，乱蓬蓬，蓦地烧天，蓦地空。妙啊，真是太妙了！真的？真的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有太子这2句，我的《滕王阁新序》就敢和王勃媲美了。我还会作诗？当然了。太子，看您说的，这天底下太子不能作诗，那还有谁能作诗啊？说的也是。叔叔啊，我帮你做出了诗，你得陪我去骑马射箭。行啊，走。走。
叔今天可是落后我很多。太子今日神勇无比，叔叔不是太子的对手啊！叔叔，我们接着再来。这。萧公公，奴才在。这号声是因何而响啊？是太子和安王在骑马射箭。父皇，太子不是在读书吗？这把太子叫回来读书。奴才也劝过太子，可太子说说什么？说不让他和安王骑马射箭，他就永世不读书，也不做什么？也不做皇位。父皇，父皇。哎呦！皇上，禀皇上，李阁老求见。让李阁老进来。是。另外，把太子给朕叫回来，就是绑也要绑回来。遵旨。萧公公，奴才在。把安王也一道请来。萧公公，朕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遵旨。宣礼东阳进宫。西牙先生，为什么不说话呀？皇上既然无意留安王在朝中监国，就该放安王早日回封地南昌，也好让太子收心。先生，请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女儿，给先生看座。是。臣不敢坐。臣能在这里听皇上教诲，已是万幸。朕治理天下18年，且不论功过得失，但就朝中多君子一说，就足以让朕死而无憾了。朕留恋君臣造夕宴，君臣一边用餐，一边商议国事，亲密无间，其乐融融。朕记得先生是弘治8年，以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阁，后加衔少保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朝政没有缺失，先生尽心力荐，每每击中要害。10年来，先生为国事操劳，未老先衰。可江山社稷，依然得挽留先生，且任重而道远。皇上恩德，微臣
九死难报万一。其实，朕为太子时，先帝就有了立皇储于安王的念头，使朝臣们力荐，朕才保全了太子的封命。继位做了18年的国君，如今，朕想把皇位传给太子。可自从皇太子接见4国使节之后，13道御史、6科给事中，还有许许多多地位显赫的朝臣、皇亲国戚，都上书要朕废太子，改立安王为国之储君。朕想，也好，就把皇位传给玉帝安王。一来为先帝太后之心，二来也遂朝臣之愿。先生以为当否？皇上仁孝，微臣体察。可是皇上，这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呢？皇上，根本之动摇，必会引起朝野之慌乱。可安王也是先帝一脉呀。先帝一脉的不仅仅是安王，还有其他诸王。安王早已封国南昌，本应与其他诸王一样，各安天命。一祖制，兄终弟及，也顺理成章啊。兄终弟及是指皇帝无后，可皇上有后。其实，朕的内心也矛盾得很。从心底说，皇太子后赵与玉帝安王不能相提并论。对国家来说，赵儿做皇帝也许并不合适。微臣不知皇上苦衷，臣之罪也。若皇上100年之后太子继位，是我大明的祖制。虽说此次皇太子接见4国使节时，方法上有待商榷之处，可毕竟同心可嘉。家在何处？臣服4国的霸主之心。有西安先生这句话，朕心安许多。按说，朝中文有西雅先生，武有伊清先生，朕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可朕担心的是，太子在将来恐怕不是安王的对手。自皇上继位以来，广施善政，惠及万民。如果此次皇上对安王处置稍有不妥，微臣担心的是，皇上一世英名，因此
而后已。朕希望西亚先生把刚才说的和没说的都写下来，让朕看个明白。叔叔，这次以1头之差败给我，叔叔服是不服啊？我说的心服口服。叔叔啊，等过几天咱们再战。好啊。哎，太子安王，萧公公，今天叔叔终于败给我了啊！太子有如此战绩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皇上，请太子安王你们进宫。哦，哎，我正好要去向父皇汇报我如此好的战绩呢。叔叔，我们走。这。女儿，你把这个好好收藏。李先生写得太好了。西亚先生6岁就被称为神童，能书写2尺大的字，深得英宗皇帝的喜爱，又得到过先宗皇帝的奖业，更是你父皇的肱骨之臣。西亚先生，朕加封你为柱国、少傅兼太子太傅、户部尚书，还有锦深殿大学士。臣谢恩。女儿，等将来西亚先生苦不堪言，想急流勇退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拿出来，去激励西亚先生。当然，如果诸事顺遂，你也不妨在家里把西亚先生的书法当帖来临。皇上，那安王的事……西亚先生，我怎么听说你家连书童都没有一个？哦，微臣小事，何足皇上挂齿？那朕就送西亚先生一个书童吧。来人呐，把他带上来。小民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这是朕让萧公公从西亚先生的老家湖广挑选出来的，他叫李由，跟西亚先生是一个姓。小人李由给阁老请安。免礼，免礼。他聪明伶俐，一定能伺候好先生的。退下去吧。是。
西亚先生，是不是在猜测朕送你书童的用意呀？臣是在猜测。那朕明确告诉你，朕没有别的用意。西亚先生为朕辅政已有18年了，这也是朕的一片心意。谢皇上。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父皇，父皇，今日我与叔叔比剑，我共猎得狮子16头，老虎15头，豹子18头，共计49头。叔叔共猎得狮子15头，老虎15头，豹子18头，共计48头。这次狩猎，我以1头的优势胜出。太子，朕不想知道你比剑的胜负如何，朕关心的是，你这几日读了多少书，有些什么心得？这几日我并没有读书。是安王爷干扰你读书的吗？请皇上恕罪。太子，叔叔并没有干扰我读书，是我自己不想读。为什么？父皇，我已经会做文章了，而且还超过了王勃。你的文章超过了王勃？父皇不相信吗？别说朕不信，这屋子里的人，除了你，谁也不会信。你把经过从头说来。今天我去叔叔的寝宫，看到他正在苦思冥想地写《滕王阁新序》，当时我……滕王阁新序。玉帝呀，你快起来。谢皇上。怎么回事？叔叔说这次来京城，他怕是再也回不去待了18年的南昌城了，所以呢，想做一篇《滕王阁新序》，当做留念。当叔叔写到《滕王阁序》里面那2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时候，写不下去了。正好我进去找叔叔比剑，我见叔叔如此犯难，我就帮他写了2句。这2句怎么写的？一团茅草乱蓬蓬，蓦地收天蓦地空。你们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好吗？李阁老，你说我这2句怎么个不好？姐姐，你说呢？你学问大。这要父皇说。你们都不说我做得好。这宫里还有学问大的吗？还有没有学问大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学问大的？太子。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我逮着了！逮着了！逮着了！父皇，逮着了！
你这两句虽然不能与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相媲美，但是也别有一番韵味。玉帝，看来你思乡心切，朕体恤你。太子，你就送叔叔出京师吧。谢皇上隆恩。叔叔，走吧，快走了。安王，你进京时为百姓求得甘霖一场，百姓对安王是感恩戴德呀。正所谓，为善者天报之以福。哈，服不服的，有命才有福。叔叔，什么时候再回京师啊？只要太子召唤我，我随时都可以回来。好。叔叔不在，我比剑都没了对手。太子啊，你现在应该跟李阁老好好的读书了。啊？我最烦读书了，读书，整天就逼着我读书，读得我头都大了，眼都花了，手都肿了，脚都麻了，屁股上都起茧子了，嘴里也不会说人话了。叔，你闻，我嘴里是不是有股子嚼不烂、化不开的堵心堵肺、塞干塞肠的臭文章的馊味儿？真有点。我早就说过吗？读书害人呐！可太子总有一天要君临天下，只有多读书、读好书，才能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人君还是平民百姓，贵贱虽有不同，却都要以修身作为根本。没想到，叔叔嘴里也是一股子馊味儿。太子，安王说的却是大学的根本思想。好好的一个送别场面，却让这几句酸馊味的话给冲了情去。本来我是想再送叔叔一程的，现在倒也不想了。我怕这一路上，叔叔和阁老会没完没了的给我上大学。好了，叔叔，我回去了。哎，太子。叔叔，南方好玩吗？和京师比，各有千秋。这。小公公，吩咐御膳房，给朕做一只酱肘子来，要大，要肥，要快，啊，快去，快呀！小公公，朕有多少年没吃酱肘子了？万岁爷有年头了。好久，
这酒有多久没喝过了？有些日子了。再添一壶女儿红。好酒啊！哎，我给你改一个姓吧。你不姓肖，你姓蓝。哼，还不是男人的男，是蓝人的蓝。太子，皇上正在办正事儿，不许任何人打搅。哼，管他是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我身为太子，有什么不能进去瞧的？皇上办的正事儿，太子实在不能瞧啊。太子殿下。哎，小公公，你听那屋里怎么有女人在笑啊？还有父皇的喘息声，是不是那些女人在折磨父皇啊？等太子长大了就明白了。小公公，哎，有一句话你听过没有啊？请问是哪一句啊？宁笑白头翁，不笑鼻涕虫。宁笑白头翁，不笑鼻涕虫。这话听过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奴不太明白。鼻涕虫会长大的。那等太子长大了，老奴再把今夜为什么不让太子进乾清宫的道理解释清楚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我父皇是不是见好了？岂止是见好，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太子，今夜希望你就住在宫里，皇上可能随时召见太子。3天9、4地8、5人7、6和5爷要放铺喽！也要放铺喽！怎么回事？小公公，皇上，快去叫御医！快叫御医！来了！谁呀？深更半夜的！皇上召李先生火速进宫。老爷！皇上召李先生火速进宫。李东阳遵旨。父皇，父皇，你说话呀！父皇，你说话呀！皇儿，你父皇辛苦一时，全得刚才回光返照，才得以快活一时。朕死而无憾了。
皇上，李阁老在宫外候旨多时了。快选！奴才遵旨。皇儿今年15岁了。父皇记错了，孩儿还没满14周岁呢。我是说虚岁，你虚岁15了。为什么要算虚岁啊？算了虚岁，皇儿就不再是孩子了。父皇要走了，阎罗王都等得不耐烦了。皇儿得听李先生的话，记住，朝廷只要有李先生，就垮不了天。去吧，给李先生磕头，快，给李先生磕头去。给先生磕。太子，老臣不敢呐。皇上。是呀，先生。臣在。皇上，父皇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父皇。虽广，兆民虽众，无不在兆林之下，而朕之主器，永为德人。望朝中大臣与司礼监辅助太子，速择吉日登上皇位，100日之后即应成婚，生子即立为皇太子，神气永固。
父皇死了，要哭也该我哭。行了，别再哭了，也别演戏了。大官小官芝麻绿的官该干嘛干嘛去。大太监小宦官，随我安排灵堂去。太子殿下，老臣与朝中的在臣们合议之后，明日给孝宗敬皇帝发丧，3日之后，请太子继位，年号正德。干嘛这么猴急呀？连年号都出来了，正德。李阁老，我都能猜出是哪2个字儿来，肯定是正经八百的正，道德文章的德。太子说的没错。李阁老，让我姐姐当皇帝好不好？姐姐当皇上，正德这年号就对头了。老祖宗有规矩，女儿家别说当皇上，就是干政也不行。好了好了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，倒引出姐姐这么一番话来。李阁老，你接着说吧。明日先引告太庙列祖列宗及仪官，然后祭金水桥、午门等神及中山之神。太子殿下亲祭于济延殿，百官素服迎于朝阳门外，仍行奉位礼。太子殿下再以礼传。好了好了，烦死了！我再说一遍，这出丧的事儿，我只管捧哭丧棒、摔盆儿，其他的我都不想管，也懒得做。当个皇帝可真麻烦。以后我100年了，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对我呀？殿下，这么说，这个皇帝不当也罢。太子殿下，李阁老，这话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今天我再说一遍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最后一遍了。神器不可无主，天位岂能久虚？请太子。这皇帝我是真心的不想做。你那么有学问，再生僻的字儿你都懂，这么简单一句话你硬是听不懂啊！哎呀，太子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这事儿我不想谈了，我还得遛鸟去呢。太子殿下，太子，阁老，你看这，刘公公。刘公公啊，你跟随太子8年，深知太子的习性。太子迟迟不肯登基继位，为何你一言不发呀？阁老和萧公公都是先帝爷交代下来的顾命大臣，学识人品都是高人一等。阁老和萧公公都不能劝说太子登基继位，哼。奴才何德何能，岂敢妄言？啊，老臣有负先帝重托。刚才萧公公说得对，刘公公与太子朝夕相处，太子的心事，刘公公自然是心知肚明。劝说太子早日登基，刘公公自会有一番独到的说辞。我以为刘公公也不希望看到皇位旁落的。多谢李阁老的信赖。
哦，老虎！哎，老虎在哪？苏老，快给我备剑！哎，太子，这虎叫是奴才学的。什么？是你学的？奴才实在没办法叫醒太子，只有出此下策。苏戒，你胆大包天，知道什么叫欺君之罪吗？太子要打要罚，奴才都心甘情愿。不过，太子，宁嫔公主在打点行装，她要出宫了。她要去哪里啊？奴才不知。停！都给我停下来！走！别走！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难道这宫里还有人敢欺负姐姐你吗？现在是没有人敢，不过这日子也来得快了。姐姐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太子不愿意登基做皇上，一旦这天下被人家做了，太子你说，姐姐还能在这宫里待下去吗？那姐姐你打算去哪儿啊？姐姐已经在法华寺边上找了一所住处，就在那里念佛学经。看来，谁都要逼我当这个皇帝。太子，姐姐并没有逼你的意思。父皇还在世的时候就说过，太子若是生在了老百姓家，必将张大门楣；若是生在了勋戚之家，更可能立功边教，加官进爵。只可惜，太子贵为父皇之子，又为父皇的独子。父皇还说，太子心慈，就是当上了皇帝，也不会是一个好皇帝。父皇又说，太子一定是投错了胎。哎，父皇这话就有点没道理了啊！说到底，这当皇帝没什么难的。我不愿意当皇帝，那是因为当皇帝不好玩儿。何事竟让太子如此高兴？姐姐，这用的是激将法吧？大家都把东西快收拾好吧。是。停！都不准收拾！除非太子答应姐姐。姐姐不该用这种办法来胁迫我当皇帝。太子，姐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。要离开宫里，的确有赌气的成分在，可也不全是啊。那好吧，我让一步。当皇帝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慢慢商量。商量那是对姐姐而言，对他们来说是谈判。谈判当皇帝，这可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可不是，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当，要不免谈。好，谈判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谈谈条件吧。苏老儿，要我当皇帝也可以，必须满足以下要求。我就喜欢大白话，不喜欢文绉绉的绕弯子，这样大家也都听得明白。苏老儿，继续。第一，上朝与否根据天气而定，晴朗大好天气宜出宫游玩，不上朝；阴雨风雪天气宜在寝宫休息，不上朝。其他天气如上朝，均将早朝改为午朝。
我喜欢睡懒觉，睡足了才有精神办事儿吗？朝政大事儿，可以改到午后再议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老是在朝上有一些争吵吗？吃过了午饭，大家吵起来才有底气嘛。这什么话嘛？吵啊！还想再听下去吗？请说下去。对，新皇帝上任，总得有一些新气象嘛。苏老儿接着念。第二，定期在宫中举办民俗食品节，让我享受宫外地道的民间美食。奉天殿定期举办杂耍表演，并在爷生日当天对外开放，与民同乐。第三，朝中大臣年龄普遍偏大，应增加年轻官员，降低平均年龄。第四，朝臣均为男人，实在无趣，所以本太子认为应换上一半女子，以年轻貌美为佳，并能提高效率。这体统啊！苏老儿，继续。第五，我的恩师王官彩负责将奉天殿乾清宫家具全面翻新，令宫中文武官员每人向王官彩定制棺材一副，多定有赏。注：恩师下落不明，由东厂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。找回来之后呢，最好能在宫里安排住着，让我随时能见着。还有我喜欢的唐人孙、马三儿、大茶壶、刘妈他们。对了，干脆让刘妈在宫里开办两女阁分号，怎么样？太子，吏部尚书马文生以为，太子开出的条件实在是，远离祖制，亘古未有，荒诞之至啊！还有吗？我这没有就给我坐下。还有谁同意马尚书的话吗？兵部尚书刘大夏赞同马尚书，刑部尚书闵圭也赞同马尚书和刘尚书。都坐下吧。李阁老，你难道就没话可说吗？太子的条件开的的确有些离经叛道，可太子能坐在这里和我们谈判，就说明了太子的诚意。李阁老就是李阁老，说话就是有水平。你们呐，得跟李阁老好好学学。可是太子当皇帝，自然有当皇帝的一些规矩和组织，这些组织和规矩都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，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遵循着这些组织登基并治理天下的。太子不可以改变这些做皇帝的组织，不然一国之君的威严何在？他如何才能臣服各部大臣？又如何才能安抚天下百姓？哼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不是我死乞白赖要当这个皇帝，是你们非要我当。你们找了我来，我当然就有我的条件。你们不答应我的条件，哼，这个谈判会不开也罢，大家散了吧。太子，请留步。李阁老同意我的条件了。既然是谈判，自然是你来我往，要有回合。请太子继续把条件说完，容内阁会同6部大臣一同商讨。这还算是一句中听的话。坐下吧。苏老儿接着念。第6，西松崖使节牛皮哄哄，说他们有一支无敌舰队，也要打造一支比他们更牛的水军，亲自下西洋，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爷还要看看西松崖长得什么模样。第7，没了。没了？只有6条吗？我怎么记得有7、8条的？容我再想想啊。
既然太子开出了这6条，那我们就这6条进行商议。太子，今日之议就到此结束吧。哎，大侄子，你今天怎么没精气神啊？我惨喽！怎么个惨法？快告诉姐姐。他们逼着我当皇帝。哼，他们还逼着给你3宫6院、72妃、3000佳丽和数不清的金银珠宝。你眼下就为了这么多的女人和这么多的财宝犯愁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呐，就是喜欢当小二，不喜欢当老板。对我来说，当小二就等于是做皇帝，做老板倒等于是当苦役了。昨日、今日、明日，哪个在前呀？这是怎么问的呀？是先有你爹你娘，然后有你，还是先有你，然后再有你爹你娘啊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瞧过大夫没有啊？我从来都不瞧大夫，倒是大夫有时候去瞧瞧我。唉，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就是做梦也要做个靠谱一点的梦才行。青山在，绿水在，冤家不在。风常来，雨常来，心术不来。灾不害，病不害，相思常害。大侄子，你来两女歌唱曲儿吧，我看你唱曲儿倒挺有天赋的。经内阁6部大臣们一起商议，做出如下决议：否决第1条、第4条，同意第3条，有待商榷的是第2条、第5条、第6条。啊，这么不痛快，这怎么谈呢？第1条怎么了？每天非得上早朝啊？正是，早朝是历朝历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议政方法。早朝激励着君主奋发有为，励精图治。早朝使得臣子不敢拥戴懒散，耽于享受。早朝象征着国运昌盛，如旭日东升。行了，您别说了。好吧，为了旭日东升，我就少睡点觉，多干点事儿。这条我就勉强认了吧。他们同意了哪1条？哦，第3条。更换年轻大臣，这条倒同意了。那第4条呢？重点是第4条啊！为什么朝中不能有女大臣？男女有别，分工不同，历朝历代都没有女子担任朝臣的先例。我大明的女子虽然聪慧贤良，但都未受参政议政必须的教育。恐怕无法承担江山社稷的重任。谁说的？没试过怎么知道人家不行？我看有的女人比男人明白多了，聪明能干得很。太子强调的好像是年轻美貌。那内外兼修，智慧与美貌并重不行啊？那如果只有智慧没有美貌的女子可否入选？哦。算了，估计爱当官的女人也没什么趣儿。这条就算了吧。说哪条商量来着？第2条、第5条、第6条。真麻烦。来吧，商量吧。太子想品尝地道的民间美食，其实，在宫中制作民间美食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。那杂耍表演也可安排。只是安排在奉天殿，
甚至是开放奉天殿与民同乐，确实不太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奉天殿多宽敞气派，他耍得开啊！奉天殿的地位非同小可，一切朝廷的重大礼仪和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。有皇帝即大位，皇上大婚，皇后册立，命将出征，三大节：元旦、冬至、万寿、百官朝贺赐宴。奉天殿是王朝权力的象征，实在是不宜安排游乐活动。宫中宽敞的地方很多，譬如御花园等处，还是恳请太子另择一地。有地方不用，真是浪费。那我师父他们能到宫里来住吗？倒也无妨，如果他们住得惯的话。开两女阁，肯定是不行吧？在宫中开办声色场所，定将遭到后人的指责耻笑，万万不可。就知道你们假道学，用脚趾头猜都能猜出来。还有什么不行的？太子要强大水军，众臣都表示赞同，只是亲自率领水军下西洋就万万不可了。明英宗正统14年，英宗和宠信太监王振统领的50万大军出京，从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，大军被瓦剌军击溃，英宗被俘，这是前车之鉴。难道我就注定和英宗一样倒霉？我一定能够顺风顺水，凯旋而归。你们信不信？为了太子的安全，为了大明的江山，臣等不敢轻言相信。哼，我总共才提了6个条件，你们给我否了3、4个，可见你们并没有谈判的诚意。我也不想跟你们废话了，这个皇帝爱谁谁。太子，那我们同意打造水军的条件，只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望皇上坐镇朝中指挥。相信我大明英勇将士定能为皇上大胜敌军。那就到时候再说了。6个条件，他们同意了4个，4个。好吧，那我就当这个皇帝。不过，我还有第7个条件，我只是试试看啊。要是哪天我当的不高兴了，我随时可以不当。走人。仅以是月18日旨告天地。龙椅呢？这龙椅呢？我问你龙椅呢？哎呀，这怎么小公公，阁老，皇上呢？哎呀，皇上进了奉天殿，可是，刘公公，皇上呢？萧公公，你急什么呀？皇上驾到！飞龙在天。
百官朝见！万岁！从这个高度看，你们一个一个就跟在小人国里似的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看你们一个个都气度不凡，现在起应该称朕了。朕的腰没你们的粗，胳膊也没你们的大，但是你们可别以为你们的胳膊敌得过朕的大腿。你们听说过螳螂腿吗？朕的腿就是不折不扣的螳螂腿。朕是初来乍到，你们都是老江湖了。今天朕想问问看，你们希望朕做个什么样的皇帝呀？皇上，唐太宗说，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鉴，可见兴替。老臣希望皇上敬天法祖，听言纳谏，节用爱人，亲贤臣，远小人，完成先帝未尽的中兴大业。这是你们的想法，很好啊。还有什么别的话说？臣吏部尚书马文生要弹劾内阁。为什么？皇上登基，内阁却将新年号定为正德，这实在是大谬啊！谬在哪儿啊？在臣看来，这实在是不读书的人才会出现如此的谬误。正德是西夏崇宗李乾顺用过的年号，是李乾顺用过的8个年号中的一个。李乾顺是明君是昏君且不说，他那个朝廷却连偏安的朝廷都算不上。内阁诸人不至于连宋史都未曾读过吧？有马文生这种想法的，还有别的人吗？臣兵部尚书刘大夏赞同马尚书弹劾内阁。臣刑部尚书闵圭赞同马尚书刘尚书弹劾内阁。李阁老，难道你就没有话说吗？先帝称弘治，当今皇上称正德。弘治首先要正德，有正德方能弘治，这二者之间关系密切，老臣实在看不出谬在哪里。谁说我们李阁老不读书？他说出来的话就是比你们有水平。人家用过的，朕就不能用了。哼！马尚书、刘尚书、闵尚书，今天是朕登基的大日子。朕既然登基，就说明朕认可了正德这个年号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们把年号的账翻出来，用意何在？皇上，臣的确有用意。臣今日见皇上四登宝位，废掉祖先传下来的登基大礼不用，却如此的别出心裁，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。故臣想起了李乾顺这个人，也就想起了正德这个年号的来历。你是把朕比作西夏的李乾顺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进谏。所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自古皇帝以从谏为圣，拒谏为师。臣以此说进于皇上，是想让皇上成为圣德之君，天下大治啊！要是朕不听你的呢？臣不能替皇上分忧，那只有致仕而去。刘尚书、闵尚书，
你们也要选马尚书致仕而去吗？如臣不能为皇上分忧解难，只有致仕而去。臣等如果不能为皇上分忧，只有致仕而去。今天是朕登基的日子，你们却来这么一出。好，那朕就准了你们。从明天起，你们就回原籍去吧。朕当皇上的想法，你们听好了。朕原本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兴办水军，与西松崖一决高下。但是李阁老说，我们先不要和西松崖比。那好，水军这事儿我们就先搁下。但是有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。你们都知道，正统14年土木之变，英宗皇帝被北元人撸了去，这可是我们大明朝的奇耻大辱。所以，对北元用兵，把英宗皇帝输掉的面子给赢回来，就是朕必须要去做的大事之一。还有，朕比较喜欢美丽国人穿的裤子，整个一个米袋子。朕绝不能让山本人把这个米袋子抢了去。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对美丽国负了责，朕也要对美丽国负起责来。皇上天纵英姿，光阴洪宝，臣吏部左侍郎汪守敬感动涕零。哎，你是在给朕戴高帽子吧？戴高帽子的话就别说的文绉绉的，我听不明白，我怎么领你的情啊？接着说吧。皇上，先帝在时，始终挂牵着民间贸易。民间贸易，祖法规定，不得使用白银。可纸币老百姓又信不过，民间贸易一般都使用铜钱。我大明朝开国100余年来所铸造的铜钱，还不及北宋仁宗朝的1半。现在我大明朝的人口，已经是北宋朝的1倍了。哦，朕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大明朝应该多造铜钱？皇上英明。可以啊，朕准了。皇上，这造铜钱是需要铜的，现在国家缺的就是铜啊。那怎么办啊？皇上，必须大面积的探矿、采矿、炼铜、铸钱呢。那就炼呗。皇上，这万万不可。为什么？炼铜铸钱要根据朝廷的收支维度，不可想当然耳。当前我朝货币稳定，物流畅通，且云南、安徽铜矿所产之铜足以应付铸钱之用。大面积开采铜矿，势必扰乱国计民生，导致天下动乱。
这也不让做，那也不让做。李阁老，朕当着皇上，总得做点什么吧？啊，皇上圣明，老臣以为，眼下皇上最需要做的就是开经言。经言啊？什么经言呢？给皇上开讲四书五经。讲经就讲经嘛，为什么要称言呢？言不就是吃喝吗？难道四书五经也算得上美味佳肴？皇上这样理解，也可。不过，朕也认为朕是该习点书了，吃点经言。腿上、胳膊上得长点腱子肉。不过，这大正月的，从私塾到国子监应该都放假了吧？要开经言，也得从2月份开始吧？皇上。哎呀，开经言不着急，我挺有学问的。不信我考考你们，诸位爱卿，这奉天殿是用什么木头做的呀？啊，算了，这也太简单，不是樟木就楠木呗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龙椅是用什么木头做的？不知道了吧？朕给你们讲讲。这龙椅，它不是樟木做的，也不是楠木做的，还不是花梨木做的，它是紫檀木做的。这紫檀木，我大明朝没有，美丽国、山本国、西松牙国都没有。它生长在一个小人国里，而且100年才长1寸，所以特别的稀少，非常的珍贵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取年号是取的正德，而没有取紫檀。你们有你们的用意，朕有朕的想法。反正这紫檀木100年才长1寸，你们也不要对朕有太高的要求。皇上，慢着，朕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们也不要太小看了朕，大主意没有，小方子我还是有的。京师地区的经济不景气，崇文门的税收是越来越少。朕以为可以把长沙的臭豆腐、天津卫的狗不理、四川的麻婆豆腐、云南的过桥米线，都搬到京师来。臣等愚昧，跟不上皇上的思路。李阁老的岁数是大了点儿，跟不上朕的思路，朕可以谅解。皇上，老臣斗胆，恳请皇上下次临朝时不要把玉座放在半空里。行啊，下次呢，我一定换一个方法，保证不会让众爱卿担惊受怕。好吧，回见吧，您嘞。潜龙入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今天是正月15，哎，赶得好不如赶得巧，两宫皇太后都聚在这儿了，咱家有礼了。皇儿已经登基做了皇上，不能再用太监们的口气说话了。你当了皇帝，言谈举止就应该是皇帝的样子，祖制规定。这小宫女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你有没有在乎啊？皇上，
你还没有啊？那你就得赶紧找一个菜户啊！啊！苏老儿，你有没有对使者啊？爷，奴才还小，不知道什么叫对使。啊！原来你也没开窍啊！行了。你如果跟这个小宫女儿好上了，她就是你的对使者，她管你叫菜户。你看她比你大吧，她还能照顾你。俗话说得好，女大三抱金砖呐。爷，奴才还得买菜给她，这多不合算呐！皇上，太皇太后想亲近亲近了。小宫女要不要买菜？咱家还真是不太明白。皇上有什么话，带着小宫女一边问去。你出力，他出钱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算的呀。爷，奴才这几个钱是要寄回家养父母的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太皇太后，您生气了。不好玩了。苏老儿，咱们找萧公公去吧。小宫女儿，你不给苏老儿做对使者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